嗨，你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长工，喜欢分享中文学习的内容。今天我要给你讲一个关于权力与谎言的故事。通过这个故事，我们将会认识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成语——指鹿为马。那么，指鹿为马是什么意思呢？以及在中文中，什么叫做成语呢？在这里，我先不做任何的解释，因为这样直接去说可能会比较枯燥。让我们先放松下来，脑子里不要想任何事，先去好好享受接下来我给你讲的这个故事。在那之后，我们再来好好聊一聊。好的，那么我们开始吧。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他那个年轻懦弱的儿子胡亥继承皇位。而这个新皇帝其实只是一个傀儡，真正掌权的是一个名叫赵高的宦官。赵高这个人心思缜密，手段狠辣，掌控着朝廷的一切事务，连皇帝都要听他的话。不过，权力越大，他反而越不安心。他想知道，现在在朝廷里有哪些人是愿意服从自己的，又有哪些人是敢于反对自己的呢？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又离谱又阴狠的主意。在某一天的早朝，赵高穿着整齐，一脸严肃地走进了朝堂，而跟在他身后的还有一头鹿。群臣看到赵高竟带着一头鹿上朝，不知道他要干什么。皇帝坐在龙椅上，也是一脸茫然。赵高却一脸恭敬地说：“陛下，我听说您最近想要一匹千里马，今日特意给您献上一匹。”皇帝张了张嘴，没说话。赵高看到后很满意，环顾四周，问道：“各位大人，你们觉得这匹马如何啊？”大臣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但都没有人敢直接回答赵高的问题。过了一会儿，一位正义的官员，名叫周尚，站了出来，对着赵高大声呵斥：“这分明是一头鹿吧！你这是欺骗皇上！”赵高听后面不改色，看不出喜怒。当天夜里，这位大臣就被赵高派人暗杀了。第二天，赵高又在朝堂上牵来那头鹿，笑眯眯地说：“陛下，这匹马昨日刚喂过草了，精神百倍。”然后他又对着周围的大臣们说：“你们看，这是不是一匹好马呀？”这一次，所有人都跪了下来，齐声高呼：“好马，千里马！”这个荒唐到令人发笑的事件，被后人称作指鹿为马。好啦，故事听完了，
你感觉如何呀？刚才的故事告诉了我们成语指鹿为马的由来。那么接下来就是要回答我们前面提出的问题啦。还记得是什么问题吗？第一个，指鹿为马是什么意思？第二个，在中文中什么叫做成语？指鹿为马表示混淆是非，歪曲事实，特别是在权力斗争中故意歪曲事实，以达到测试或操控他人忠诚度的目的。在现代汉语中，我们往往可以将它和另一个成语颠倒黑白替换使用，因为这两个成语都具有歪曲事实的意思。我们来举个例子看看。某些媒体写文章时，为了吸引眼球，指鹿为马，误导观众。或者说，某些媒体写文章时，为了吸引眼球，颠倒黑白，误导观众。像这样子，这两个成语它们是可以互换使用的。但是如果我们要表述的内容涉及到权力试探与权力操控时，我们使用指鹿为马是最合适的。我们也来举个例子看看。杨先生是个独裁者，大权在握，往往指鹿为马，胡作非为。这样解释不知道是否会对你有所帮助，是否能让你更好的去理解这个成语的含义和用法呢？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讲讲成语的定义。简单来说，满足以下3个标准的就是成语。第一，4字结构。第二，源于特定的历史背景或具体的典故。第三，意义独特，不可分割。那么我们来逐条进行解释一遍。第一，4字结构。成语大多数都是由4个汉字组成的，虽然也存在比如说像一不做二不休，有眼不识泰山这类多字类型的成语，但是很少。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用到的成语基本都是4字结构的。如果在街上你去问一个讲中文的人什么叫做成语，他大概率也会说4个字的词语就叫做成语。好，第二点，有一定的历史背景或具体的典故。一个特定的成语一般是产生于一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时期的，或者是在某本古书里有记载这个成语的来源。这个来源故事它不一定是真实可考的，也可能是个虚构的故事。我刚才给你讲的这个指鹿为马的故事，就是我根据历史真实事件改编而来的。好，第3点，成语的每个字单独拆解时都具有它独立的含义，但是组合在一起就能形成独特且不可分割的整体意义。我们也拿刚才这个指鹿为马来举例，如果我们将其中的
指路两个字拆出来单独解释，那它可能仅仅就表示用手指着一头鹿的这个动作，而不会再有其他更多的背后的含义。也就是说，成语的整体含义往往无法通过简单的拆解每一个字的意思来拼凑理解，而是需要整体去看待。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啦。希望你能在听故事时了解到中国文化，在了解到中国文化时，最终能学习到中文。我认为这样能让我们的学习都更有趣、更有效，而不会感受到太重的负担。你觉得呢？好的，感谢你的观看，我们下期见，拜拜。